澳大利亚时间的清晨时分，叶晨与洪武、陈泽凯在墨尔本机场降落。墨尔本时间比国内快2个小时，此时国内还没有天亮。叶晨怕打扰到肖初然睡觉，就没给他发消息。陈泽凯早已经安排好了当地白金汉宫酒店的员工，让他们送了一辆凯迪拉克的越野车过来。3人取车之后，有国际驾照的陈泽凯负责开车，叶晨便让他直接开往唐四海所在的医院。路上，叶晨问陈泽凯：“老陈，确定唐管家现在还在那家医院吧？”陈泽凯性格谨慎，认真道：“少爷，我安排的人回复说，他们3个小时之前摸进去看过，确定唐管家还在。”好，叶晨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：“一会见了唐管家，我替他把伤治好，咱们就直接带他回白金汉宫。等我问清楚他一些事情之后，再去找那些毛头小子算账。”洪武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巧的美工刀，咬着牙说：“叶大师，只要是抓住那几个小王八蛋，我一定把王八蛋3个字刻在他们脑门上。”叶晨惊讶地问：“你从哪搞的刀？不可能是上飞机的时候带的吧？”洪武笑呵呵地说：“那不能，国内机场安检多严啊，这东西哪能带上飞机？我是刚才在机场去便利店买烟的时候顺手买的。”说完，他掏出一包外贸出口版的中华，吐槽道：“该说不说，这个鬼地方烟卖的是真他妈贵，就这么一盒硬中华，差不多划到300块钱了。”叶晨笑笑说：“你倒是走哪儿都不忘你那点行为艺术。”说着，他想起什么，又提醒洪武：“不过我可得提前跟你说一下，找到人，不管什么情况，不能在对方额头上刻王八蛋。”洪武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啊，叶大师？这要是不给他们来点终身难忘的教训，也太便宜这帮小王八蛋了。”叶晨认真道：“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一来，本地的小兔崽子不认识汉字，他以后脑门顶着你刻的字出门，也未必有人能认出来，搞不好其他小兔崽子还以为这是什么酷酷的实心纹身。二来，咱们不要给当地媒体留下什么小辫子，你给他们额头上刻中文，本地的无良媒体肯定会抓住这件事无限放大，到时候不知道怎么败坏咱们。你要知道，这帮鸟人永远是这样，他们自己人拿着枪在大街上对射，死7、8个人，在他们看来都是芝麻大点的小事。要是外国人，尤其亚裔，在他们街头随手丢张包装纸，都会被他们上升到国家层面，一帮人跳出来大家批判。咱们还是低调点，就算刻字也别刻汉字。洪武笑呵呵地说：“这好办，给他们刻日语的巴嘎亚路就是了，或者刻韩语的西巴。”陈泽凯一边开车一边调侃：“洪武，日语的巴嘎亚路和韩语的西巴，你会写吗？”洪武严肃道：“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啊，现学现卖没问题的。”陈泽凯比划一个大拇指，夸赞道：“行，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爱学，有前途。”叶晨在一旁笑着说：“这时候就别想着给日韩身上泼脏水了，毕竟这帮人现在对整个亚裔都有敌意，亚裔这时候互相泼脏水，只会加重他们对亚裔的敌对情绪。要我说，还是刻英文合适，本来他们也是说英语的。”洪武嘿嘿笑道：“听说这地儿往前到200多年，是不列颠流放罪犯的地方。”是有这么个事儿。叶晨随口道：“这里本来不算什么好地方，据说这地方兔子比人还多，蜘蛛比兔子还大，70%以上的土地种不出庄稼，一半以上连草都长不出来，但铁矿石储量高得惊人，很多地方的铁含量超过60%。”洪武咂嘴道：“怪不得当年不列颠要往这里流放罪犯，这要是盖监狱，炼钢造铁栅栏就能就地取材了。”叶晨知道他在贫嘴，便笑笑说道：“他们早期的历史虽然不那么光彩，但确实是家里有矿。这年代笑贫不笑娼，谁有钱谁就是现代文明的发达国家。”洪武表情有些不服气，一个人低声咒骂道：“好些个发达国家都是到处侵略的列强，结果他们摇身一变成他妈文明社会了。
叶晨摇头微笑，没再说话。洪武爱憎分明，直来直去，他倒是也习惯了。几十分钟后，陈泽凯将车开到墨尔本的帕克维尔区，随后便来到了墨尔本皇家医院。车在停车场停好之后，陈泽凯便对叶晨说道：“少爷，唐管家在急诊部的重症监护室，您看咱们现在进去，还是先安排其他人去打探一下？”叶晨道：“直接去吧。”说罢，便推门下车。叶晨觉得，既然吴飞燕一直都没有将叶家列入铲除目标，那唐四海作为叶家的管家，就绝对不会被他盯上，所以自己也不用担心这件事会将破清会牵扯在内。既然不用担心破清会，那大体上就没什么好顾虑的，直接进去见到唐四海，抓紧时间治好他的伤，然后问清楚他不辞而别的原因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三人一起走进医院，来到医院的急诊部。陈泽凯打听到了重症监护室所在的位置，便招呼叶晨和洪武一起前往2楼。在2楼护士站，一位值班护士叫住他们，用英语问：“你们找谁？”陈泽凯立刻回答道：“我们找那位被打伤的华人男性，年纪大概60多岁，住在重症监护室。”护士说：“他已经出院了。”出院了？除了听不懂英语的洪武，叶晨和陈泽凯都是目瞪口呆。叶晨立刻上前一步，追问他什么时候出院的？他不是伤得很严重吗？为什么还要让他出院？护士说，他是3个小时前出院的，他的伤势挺重，但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，而且他执意要出院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强留，所以就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。叶晨听得皱眉，赶紧又问，那是谁接他出院的，你知道吗？没人接。护士说，是他自己拄着拐杖出院的。叶晨诧异无比，唐四海就算没有生命危险，从当时肖初然给自己看的照片上，也能看得出他伤势不轻，起码也要卧床休养个把月才能恢复。可这才过了不到24小时，竟然就出院了。他这么仓促出院，是为了躲谁？到底为了躲那些 teenager， 还是为了躲什么仇家？亦或者是为了躲自己？叶晨一时理不清头绪，他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唐四海的调虎离山之计。他更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此刻，一瘸一拐的唐四海于墨尔本郊外的一个小型民用机场，在几名黑衣人的搀扶下，登上了一架小型的本田喷气飞机。这架飞机是个人拥有，其主人是一个西澳大利亚的小矿场主，不算很有钱，所以这种不到10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也并不扎眼。在这里，不过就是小富豪不入流的入门级私人飞机。由于是在私人机场起飞，而且报备的航线也是从墨尔本飞往西澳大利亚的黑德兰港，不涉及国际航线，所以乘客不需要接受任何检查和登记，直接乘车进机场之后，连航站楼都不用去，再跑到尽头就可以登机。这架飞机的主人，非工作时间和家人一起在墨尔本定居，工作时间则自己前往西澳大利亚。他的主要业务是将开采出来的铁矿石运到黑德兰港，再从黑德兰港出口给他在华夏的客户，所以他基本上每周都要往返墨尔本一趟。唐四海乘坐他的飞机，基本上不可能被外界查出任何端倪。飞机在晨曦中滑行起飞，从澳大利亚东南飞赴澳大利亚的西北，等于在澳大利亚飞了一个对角线。等飞机抵达黑德兰港附近的机场之后，唐四海将搭乘运输铁矿石的货轮，从黑德兰港启程前往日本。而此时的墨尔本皇家医院门外，叶晨看着四通八达的城市路网，皱眉道，唐管家行动不便，一个人走的话肯定走不了多远。陈泽凯问，少爷，要不要发动本地的工作人员想办法追查一下？叶晨感叹，我就怕唐管家是有意要躲着我。说罢，叶晨忽然想起什么，立刻对陈泽凯说，走，去警察局，找当地警方帮忙。据说唐管家刚移民澳大利亚不久，新移民的法律文件和流程一定很齐全，说不定警方那里有更多的信息。陈泽凯点点头，
但有些担心地问：少爷，咱们以什么身份找警察帮忙呢？如果警察需要先确认我们和唐管家之间的关系，那我们恐怕很难拿出什么证明文件来。叶晨感觉有些莫名的烦躁，皱着眉道：先去碰碰运气吧。如果对方要求实在苛刻，我也有办法让他说实话。